生活难免有些困难，所以请多多包涵。涵。我是凯涵，我是老熊。哇，这个好多难的东西，今天呢又是要来讲很多人讲的话。你以为只是你以为？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听不懂人话？但是我们也不要骂说话的那个人，因为也许他不好意思明讲，他总不能说你北七哦。对，他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可爱呀？”然后有人就会觉得说：“哎，他说我可爱耶。”对，会耶。像你刚刚觉得说：“哎呀，我刚才脸红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叫做潜台词翻译机。哦，这样小叮当拿出一个法宝。你知道我在回我家的时候，在整理哇，我以前念国中的时候，我妈有给我买一台翻译机，那时候学英文，我就想哇天啊，这古董我应该带到节目来。当然现在有很多的 app 啦，或者是有很多的网络上找资料很方便嘛，或者是 AI 也可以帮你翻译，没错，所以你不需要翻译机了。我也用过那个翻译机啊，我也用过，然后我还在耶。我那也不知道丢哪，我舍不得丢哎，应该坏掉了，应该没办法开机。我觉得很珍贵耶哈。好的，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看得到翻译机，所以你只能在脑海里自己翻译。那今天我们这一集来做一个大人潜台词翻译机哦，所以应该会有蛮多人会狂点头或狂中枪。我们不是要聊什么好话，也不是要聊什么坏话，也不是什么美国话、日本话，都不是，就是话中有话。哦，话中有啊，对，没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场面话啦，有空再约啊。对，有空再约啦，但是从来没有再约，是不是中枪了哦？对，好，所以呢，这个有些潜台词 AI 都不见得分析得出来呢，对，是吧？所以今天收听大人潜台词翻译机这一集，我觉得这一集你真的要收藏哦，吼。那大人讲话为什么反而不能直接嘞，熊哥？有时候是场面或是当下的那个时机，不好撕破脸，或者是说有时候是场面话嘛，场面话一定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那个场合比较适合讲那样子的话，然后让大家都有面子，或者让大家都好过。对，有时候是在那个时候戳破了就不好了。哦，对啊，撕破脸了。对，会有这种结果。对。然后比如说呢，大家最常熟悉的就是女生说没事，没事就是有事。我们说没事就是有事，没事才怪了。对，看我激动到打到麦克风，没事才怪了。你是不是以前跟女朋友互动的时候，常常说没事，可是脸臭的嘞？对，然后就很冷哦，就你怎么了？没事。就这样，没事，没事就是有事，就是有事，是男生要注意。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啦。好，当然有很多的潜台词。那如果大家呢一边听或一边看，觉得很想补充，也可以留言来给我们，好不好？我觉得呢，这个比较常讲的，就在我们这一集来做一个讨论。好，来讲一个，就像我有讲过嘛，就是我在购物台，我忘不知道哪一集我有讲过，我真的要再讲一次。这个大前辈，这个学姐。他就是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可爱？你好可爱哦！”意思就是你很蠢，你很傻。因为我有被他说过可爱，那时候我很菜逼吧，然后跟他双搭，对，然后那个就还好，有时候那个傻人有傻福啦，因为我那个学姐算是很厉害的，厉害到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有时候那种购物台主持人，就是很厉害，感觉他们有一点在过招，有没有？那遇到我那种就是那种就很可爱啊，他就不会跟我过招啊。但是就意思说他那时候的我可能就菜逼吧，菜都是该戏啊，做兵的人都会讲这句话，有没有？你还年轻，有理想是对的。所以呢，所以万一有人就是那种可爱，就是你知道出贼了，好，或者是不太了解到被说可爱，意思就是 you are silly， 就是你没跳 ，you are stupid。silly 比较温和一点 ，you stupid。Pardon me 好，还有呢，改天吃饭，改天就是遥遥无期，改天就是拜。对。好，那当我想到再说。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哦。哦，对，准备要得罪人了。
对，就是你要做好我要得罪你的准备。对，好有哦，有。像人家不是也在讨论说，说话直。不等于你讲话可以这样不经大脑去得罪人。是啊，对啊。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人得罪人或者讲话很直，他就是要冲你，他就是要得罪你，对，他就是要惹你生气，或者是他就要觉得说你这个人呢，不要和你合鬼，不要和你合鬼，不要和你得罪，不要和你得罪。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意思就是说你接下来我讲的东西。你不要在意哦，就是，但是呢，一定是会在意的啦。就是先讲先赢就对了。先讲先赢，先供先赢，满供安内尼啊。还有一个啦，丑话说在前，你丑你先说。好，学起来哦，学起来。好，再来呢，在吗？在吗？在啊，还活着，在吗？你知道，有时候突然间收到那种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好，或者是以前的同学，或者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在吗？你就像我也会，我就会觉得，他要干嘛？对，就觉得很不安。就是你要来涨直销了吗？你要来卖保险了吗？这个就代表呢有事找你，而且通常都不是什么喝康无事不登三宝殿。对，搞不好就是诈喜帖。最近手头紧得很，然后大家大人了，比如说有家庭有孩子了，那个费用就凶丢有没有？哇，你顾不联络，一联络就是要来那个红色炸弹。通常我有朋友是讲直接问在吗？但是我会问说在忙吗？或者是方便讲话吗？有时候真的在忙。你们不能先讲说我要干嘛吗？像我现在问在忙吗，我就会先讲一个题目呢。是哦，对，我会下一句接啦，就是说我有什么事要问。对，我会讲一个题目。那内文看对方有回我，再决定要回什么。出题，然后看他怎么回答，这样子。像我有一次就是我自己也嘴贱啊，我就说在吗？然后我就回说，因为我是真的想要找那个姐姐吃饭聊天，因为我知道她好像就是前阵子不太好，然后我就是想要找她，因为想说问问看嘛，然后我就说在吗？我是真的想找你吃饭，你生日快到了嘛，我不是要找你做直销，也不是要找你做保险，也没有找你借钱哦，我就已经自己先摊开写，然后对方就哈哈大笑，很快就回了，对，没错，然后我们就约了。这样很好啊，就这样子啊，就是这样，没错。因为我不想要我问在吗，然后让对方觉得我是不是没排康呢？就直接讲来者何意就好了。对啊，来价何灵呐！所以我其实也不喜欢人家在吗，然后。如果我没有回他也不讲这样子感觉好恐怖哦。对啊，很多人就是在吗2个字，然后就丢着，然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回你。那你知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还没回？因为我们在等你下那个题目，我再决定我在不在。对，你要借钱不在。对，你要请我吃饭在。是，我们看什么事好不好？还有啊，你人好好，你人真好。被发嘎，我有经验，常被说这句话。熊哥是个好人。所以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对，就工具人。你这样干嘛这样讲？干嘛这样讲？对，你干嘛这样讲？不然呢？你是哦。我不是啊。我人很好没错啊，但是我不想当工具人啊。懂，他是好人，但他不是工具人。但他如果想当工具人，他是一个好的工具人。对，非常好的工具人。对，但是就是只献给他的 love， 他的爱跟他的家人。没错。好，还有一个呢，我考虑一下，意思就是拜拜，没后续，没后了，拜了。我不会考虑了，我考虑完了。对，答案是 no。对，我只是没说出来而已。对不对？让我想到我在印度的时候，因为我曾经去印度工作2个礼拜嘛，然后他们很爱摇头哦。yes 也是摇头，所以当他们 say yeah， 然后我就会觉得 yes no， 你在摇头到底是 yes 还是 no？ 对，我还看过一个前阵子看过一个某人网友在访问一个印度人他说你们印度人可不可以不要摇头？可以啊。可是你在摇头啊，我有在摇头吗？就没办法控制的，你知道吗？好讨厌哦，这样我都看不懂 yes 还是 no 了。还有这个应该也很常听到，或者是常常讲的，下次一定没有下次的，哪有下次？直接翻译给你答案。对，还有一个我不喜欢麻烦别人，其实就是我也不喜欢你麻烦我的，不是是我不想要你麻烦我，没有也，没有也，他先讲了，就是呢，
我不喜欢麻烦别人。你不要来麻烦我。对 ，That's right。走开，滚！我看你这一题回的比较慢一点，就知道你真的人很好。我会想你要麻烦什么？对，因为你不是那种你讲像你讲这种话，你心里没有怕人家麻烦你。我们其实啊，有能力可以多做一点，但是说实在的，我们随着经过那么多人情冷暖，我们就是看这值不值得啦。对啊，没错，对不对？而且正妹长得漂亮的没有麻烦，一点都不麻烦。真的，那正妹们快点来找他，欢迎正妹们赶快来找熊哥，好不好？好，再来你待会有事吗？你要干嘛？你待会有事？你可以看本吗，同学？我们的本没有很详细啦，但是这个是我们的解读啦。那通常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应酬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想续拖了。对，好，我们就会先问，你待会有事吗？待会有事的是我，是我，是我们就这样子你就知道答案了吗？其实很多心地善良、比较单纯的人，真的没想这么多有时候他们有时候只是这样场面问，比如说男生啊，或者是渣男渣女要分手的时候，他们会讲说那个我不想耽误你，意思就是你在耽误我。对，所以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潜台词。没错，潜台词真的是包围在我们的生活。我想，除了当孩子之外，当你成为一个大人，你成熟，你出社会之后，真的很多场面话好烦哦。真的啊，只有小孩才会直接讲出来他等待想的东西。对，就像有个小孩看到我说：“你看那个叔叔光头我后来也是啦，然后爸爸很怕我去打他，你知道吗？你就看起来就怕对，说是啊，我是光头，嘿嘿你好，但是我心里很想打他了，没有错啦。我以前年纪更轻的时候想过一件事，我觉得不是假设说你们看我的长相，然后我的样子又是女生，我以前就想说，哇塞，如果我剃光头一定超帅。但是结果后来我到了更成熟的年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剃光头，人家会以为我在化疗。对，对不对？是，所以你看这个光头也是很不容易，像你这种 natural 光头，对不对？就很有型啊。那是因为有胡子留了起来才有型，留这一圈，也不是每一个男的胡子都可以留。对啊，没错。好，你就这样，天生丽质难自弃。真的，怎么那么讨厌那么美？好的，再来有就是呢，这不是钱的问题。钱才是问题，这就是钱的问题，这就是钱的问题，对不对？钱不够的问题。还有一个啦，这个也是常讲，我本来不想讲的，然后就早就想讲了，对不对？他已经在讲了，已经准备开讲了。对，还有一个这也很常有人讲的，就是说聊天聊起来就很想聊自己的事，可是就会说，我有个朋友，对，那朋友就是我本人。所以以后啊，你只要听到你朋友这样聊起来说，对，我有朋友啊，他那个痔疮发作，他有痔疮，所以不要再用我有一个朋友了，好吗？你可以说三叔公啊，你可以推给别人啊，对，你看这样好容易露馅哦，真的。还有啊，就是我现在还不想谈感情，有听过吗？有。表白失败的时候就会听到这件事情，这句话。他也不是不想谈感情，不想跟我谈。OK， 好，那这个最近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就突然间，跟在嘛有点像。对，你好，好久不见啊，最近好吗？就是无代志啊，不登三宝殿。对。好，这怎么好意思呢？对，那我就不客气啦。对。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对啊。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好看，就是要赞同嘛，赞美嘛，好看。所以记得，如果你的朋友旁边人问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迫切的眼神，对，你就顺着毛摸吧。对，女朋友常会问这个句，你今天这衣服好看吗？你这发型好看吗？对，都要说好看。赶快结束这一回合，然后讨他欢心。没错，对不对？那当然太糟，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但是你也不要那么直接说那阿拜。对，就讨打吗？真的生存好不好？是，好好说话就可以活得比较好，对不对？是。好，那再来讲到这个，我就比较好玩，就是我把它列为职场生存的潜台词。这个我觉得那个熊哥应该会有很多的经验。对，好，你有没有早泄经验？我没有早泄经验。那有早泄经验是诸葛亮啦。
那是对寻找谢经验。对，好，现在网友们还是觉得朱大哥还在啊，对不对？哦，对，他一直都在，很多迷因都还在啊，他出现在各个场景，真的哈。对，好，再来了，这个关于职场你很常听到的潜台词，记得这些话中有话，绝对不是字面上那样子哦。好，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啊，商量通常是要找商量，通常是没有后康的代志。都是其实根本没得商量，没得商量啊。对，其实他已经决定好了，对不对？都讲好了，就是他已经想好要决定怎么做了，要你做了，然后你也不得拒绝。然后这个东西他知道你会拒绝，所以他就跟你说，前面先说有事跟你商量一下。但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说，接下来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反正你就交给你办了，就这样。对，就是这样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真的很做自己耶，你好有个性哦。对，这代表什么？就是他觉得你太自我，然后拍到顶，讨人厌。哦，那你有没有这样去形容你的下属过？是没有当场啦，没有当面。对，但是比如说我在跟别人讲到他的时候，我就会说他很有个性。真的很严重，你真的讲过？这个我自己整理出来的这个本啊，我没问过你就你还真的讲过这种话？真的讲过啊，每个人都讲过。还有一个，这个应该很多人听过，公司不会亏待你的。好，这个我听很多。对，就是说他画大饼，然后还跟你说，我跟你讲，我们年底如果业绩达到怎么样，公司就怎样，然后。第一个呢，他画那个大饼是一个，就是要么就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对。再来就是他讲完话就会忘记，除非你有白纸黑字写下来给他，对，但他还是会不承认。老板就会做这种事情，真的画大饼我跟你说，你来这边好好的干，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你。他真的有觉得干啊？他干啊，我也干啊，大家都一起干，是好好的干。还有一个。你其实很有潜力的，加油我听过。因为以前是菜比巴的时候，也被说很有潜力，加油。其实我直觉就是觉得你是在说我不够好，对不对？是后面2个字就是加油，表示你现在还不够好。你还有潜力你还有进步的空间那其实就是 You are not a good NG 对，是吗？是好，这个最好今天完成哦。最好今天就是一定要今天的啦，没有最好啊，就是 You better be。对 ，You should be, you have to be 。还有一个，这个，我支持你的决定啦。意思就是如果出包是你的问题啊，出包你锅你背啊。这句场面话真的听起来因为是你的决定啊，对，不是我的决定。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感觉很有情义，后天过北跳江。对，兄弟，怎么样？支持你的决定。反正说实在，戏你去戏啊，戏啊，丢啊，锅是你在背，又不是我。是的哈。还有一个那个可能同事或主管皱了一点眉头，好像很 worry， 很担心你这样。你最近还好吗？是不是最近家里有什么困难啊？感觉很关怀备至哈。这个潜台词是什么意思？是你最近好像心不在焉啊？是不是家里有工作？就是因为你工作表现一定有变不好。或者是表现变差，或者是你开始迟到啊，或者是有什么早退，对，大家才会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家里有困难？用这个理由来问你，提醒你说，你最近的表现有变差哦，要改善哦，的意思。我以前的工作单位有遇过那种，就是真的很单纯、很善良、比较菜的同事，然后就跟我说，他觉得主管人好好哦，那种很贴心的、关心的问他说他最近是不是家里有状况或怎么样，他就跟我说还真的有说什么爸爸生病手术费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我当时就想说，哇塞，那个主管其实是在潜台词，但是他当真了，所以他跟我讲说他觉得那个主管好好的时候，那是我购物台的事情啦。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类主管说的话并没有错，你必须要自己听得懂。是，对，他也是关心，他是关心你，但是他还是要让你知道说，其实他有发现你最近状况不好。对啊，主管通常没事不会来关心你啦，
主管其实也需要人关心啊，对吧？对，没错。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大家可以补充一下，或者是给一点建议啦。那主管的潜台词内心是，如果这个是主管，意思就是这个就是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要不要，不管你们给什么意见，就是这样子做了。你知道以前我听过这一类的话，我们那时候我们心里，当然我们慢慢的有些社会经验，我们就想说，按都已经决定讲成这样要干什么？没有，我们哪敢给建议？我们哪敢？他要表现出来说，我是个能够接纳别人意见的人，我不是个小气鬼。好，对，你跟我弄丢。有没有建议？大家可以补充。对，这样意思就是说，你补充我也不会听的。好，我们在这里呢也有准备了跟职场有关的English，我们的英语题的时间我搞啊哈，英语题的，我们来讲一点点哈，也许搞不好我们有朋友呢，搞不好用得到，多了解一点点也无妨嘛。来，我们请熊老师上课。好。我以前在跟外商客户常在应对的时候，常常会写一些英文书信来，或者是客人也会写一些英文书信来，但是就是一样，又有这些台词要看得懂。第一个就叫做 I 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well， 就是他意思就是你没有回信给他，他已经在追问了你到底有没有看信，你有没有看我上一封的信，然后他会再把要讲的事情再讲一遍。或者是说比较懒一点的人，他就说 just follow up 他的上一个一封 email， 就是他会讲这件事情，就是意思就是你他妈到底有没有跟我看信呢？赶快回信。所以其实他们老外也是潜台词，有，因为明讲就很容易尴尬，对吧？对。但是又要提醒你一个点，你该干嘛？你该干嘛？或者是说在另外一句就是说 as I mentioned before。就是我顶摆我跟你讲过，你有记得不啦？所以我们有上字幕，中英文都有一起，都会，等下可以都会再上字幕给他看。那另外就是呢，他有时候就是会讲一些事情，然后后面再讲个I look forward to your comments or feedback， 就跟刚刚那个主管讲话一样意思。欢迎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是补充的大家可以提出来。意思就是你看完信是不会回的吗？就提醒你就说收到就好了。报告是，对，就是应该要回信了要回信了。然后再就是有时候有人在写信会写 ASAP， 对。但是在商务书信里面，你写 ASAP 比较没有礼貌。对，就会让他感觉说你是在催促我嘛？你什么身份地位？对，就是你是谁？你用这个语气是比较是有点急迫了啦。对。所以都会用一个比较委婉的写信的方式，叫做please feedback at your first convenience。你方便的时候帮我回一下。方便的时候帮我回个信，意思就是说你赶快都要火烧屁股，你还不赶快回信吗？好了，明年啦。明年对，next year。对，然后通常这个电话就打来就做一点，你们收到我信呢之类的。所以那我们大人真的是讲话就是大家也是一个体面跟气度啊。对。但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潜台词翻译机能够让你以前以为说，那个他好关心我，其实没有，他只是借着好像关心点你，你现在不太好哦，你好可爱哦，就是 you are so stupid，OK？ 那还有一些比较日常，我们再讲几个好了哈。好啊。就你觉得怎么样？再说吧，这是蛮常听到的。再说吧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不想决定，或者是说直接拒绝，有点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其实就是拒绝了。对。OK， 还有一个，最近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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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你想要听什么八卦？有这个有有时候那种朋友聚会，可是我说实在，有一次有一个长辈跟我讲说，如果朋友聚会3个人以上，最好不要谈心事。对。真的要就是我跟你就是信任嘛，那3人以上，4人5人，那你就好好的玩一玩，八卦乱聊，风花雪月，就不要谈心。那通常会
比如说3人以上，都会有这样的人，谁怎么样？那个谁怎么样？那这个听听八卦可以了，但我觉得尽量不要让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里面。对吧？围龙你得讲的哦，对啊，搞不好那个大家很开心啊，有人爱开直播啊，哇，那不就尴尬了？好啦，开直播是有点很难讲，你知道，像有时候我都在看一些网红，然后他们有时候那种聊天或干嘛，可能也没有先讲好，就很 real 啦，然后直播那个话就出来了，其实也蛮可怕的。有时候会很吓人。对，或者是别人没有想要你讲的事，你给人家讲出来。对不对？讲到人家想要保密的事情，那就不好，那就尴尬了，尴尬了。对啊，我们既然已经不想要制造尴尬，所以就是请谨言慎行。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我尽量啦，你尽量对，意思就是说，我尽量啦，你就是你不用抱太大希望了。对，我尽量可能有做些什么，但是不会 do the best。对，就是不会尽到全力这样哈。对，甚至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哦，有可能哦。好，比如说呢，大家聚在一起有没有？那你想去吗？通常就是我不想去。你也是会这样，对不对？对，那因为我们要想去我就去啦。对呀，我想去就去了。还会问说，你想不想一起去？其实就是说我也不想去。你有没有发现人们的反应其实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轨迹是不变？比如说我确定我很喜欢，我很渴望，通常都藏不住。就是不喜欢不认同，所以才会有那种你想去吗？那你再说吧。你还好吗？对不对？对啊，我尽量。还有一个常常感觉到被关怀的，但听起来又不是很华丽的一个，就是我这是为你好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好。对，通常讲的人就是为了讲了那个人好而已。对呀，是为你好，这是一个借口，但是他要的是你要照他的意思去做。对，然后他觉得他这样是对你好的，但其实没有，就是他最要做他的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像我曾经跟男生分手，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配不上你。男生也会这样讲啊，我配不上你。然后其实是你配不上我。所以大人的潜台词，我们今天也翻译了不少哦。对呀，这一集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或者是呢，你曾经误以为说对方怎么那么贴心，其实他其实在拒绝你，他其实在退，只是不好意思说我不要不然就说我想分手。或者是你北七就像你北七他就会说你好可爱，你好可爱呀，你好单纯对，好天真啊，对，好傻好天真嘛。那我们就改天再见喽。改天再见，就是随缘啊，有缘分大家会再见的。对，但通常不会再见。好，我跟你是真的要再见了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再见了哈。对，常常看到我们节目。对，我们每个每2周第2个礼拜3都会上新。对，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提醒过大家，顺便讲一下。对，我们每2周每个第2个礼拜跟第4个礼拜都会上新节目。对，你讲的比较好，我那一段剪掉。好，还有一个，但我不会剪掉哦。剪还有一个，我很快就到喽。你很快就到了好，就表示你刚出门。对，还有一个女生，有很多男朋友或老公在等老婆女朋友的时候，你还要多久？再2分钟。对，我眉毛刷好就好了。结果你等了多久？至少半个小时以上。眉毛刷好就好，意思是我才刚开始化妆。差不多是这意思。对。所以女生这是应该很多女生会不小心说出谎言，就是在2分钟或在5分钟都不止。我有时候也是啦，我有时候也是迟到的时候，我也会说我刚出门，或者是我快到了哦，我会迟到一下。你不会刚出门是实话，但是你会说我快到了。我快到了。我会稍微晚到一点，对，但是这个一点大概就是15分钟以上。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好啦，我没事啦，我没事，最好没事。不是女生说没事就是我有事，但其实我北松共。对，但是我不想讲。对，但其实有有事你也别问了。
你问的话，也只是一直会问到没事。对，那不然就是呢，如果他牙起来都要讲的话，你就会变成情绪垃圾桶。那你就看交情，你要不要接，好吧？那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我就是一句话，网络上这句话常用，我也常在 Trace 上面回网友，我劝你别管闲事。好啦，大人的话呢，我觉得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明明就一句话，却有3层，或者是还有其他意思，3层意思，对不对？话中有话哈，所以呢，兄哥，所以啊，要记得，听不懂人话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以为你懂。对，就像比如说，明明就做了很笨的事情，然后那个人家说哦你好可爱，你就想说我是因为可爱嘛？你真的觉得你有那么可爱吗？你归回啊！你说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比较针对大人，不管你讲的原本有多可爱，其实真的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再漂亮再可爱都不一定有用。对。所以我们还是把事情办好，把话讲好，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你以为的，有时候真的是你以为。没错。然后有时候呢，说出口啦，有时候讲出来的话是礼貌上，是因为礼貌，不想撕破脸啊，不想伤你的心啦，不想把这个场面弄僵，所以我会讲一些场面话。对，不是我啦，就是大家啦，大家。但是呢，藏在里面的，没有讲出来的，才是我们真心的心里面真的想法。真的，所以有时候要冷静一下，倾听一下真心，真心是不容易听到的，所以真心很可贵，就是这样嘛，是不是这意思？是这个意思。哎，生活难免有些困难，所以请多包涵。那这一集呢，我觉得还蛮实用哦，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大人的潜台词翻译机，然后也希望呢，你这一集之后呢，可以呢比较可以洞察先机，好不好？不会说错话，不会错意。没错。好，请多包涵，我们下次见喽，拜拜。